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问题啊，中国哪里的人是最会搞钱的？我感觉这3个地方的人是最会搞钱的，因为他们的心态和思维是完全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。第一，潮汕人。潮汕人做生意有这么几句生意经：家无浪荡子，官从何处来？意思呢就是说，如果说这个家里没有一个人敢出去拼搏的话，那么整个家族将很难翻身。还有富从升斗起，贫因弃小钱。意思呢就是说看不上小钱的人怎么能赚得了大钱呢？当然这句话我自己也是有深有的体会就是当地下有1毛钱你看到的时候，你都要拾起来捡起来，因为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嘛。我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是你别说睡觉了，就是能够凌晨2、3点忙完下班回家，就是一种极为奢侈的状态了。那么有一次我回家的路上就是肚子饿了嘛，然后路过那个路边摊的时候就一般2、3点凌晨2、3点他的路边摊老板都在收摊了。然后呢，有一次我碰到了一个老板，他正在收摊的过程中，我过去了就点了一个几块钱的烤冷面，就几块钱。然后呢，这个老板就是耐心的接待制作给我上餐，而且呢还从已经放到3轮上的那种的桌椅板凳又给卸了下来，然后我坐在那儿慢慢的吃，他全程都没有催过我。他们很多的地方都不会因为你消费的少就对你不耐烦，这就是他们对钱的一种态度。那么还有一句话也是潮汕人的名言，想必大家都知道再穷不打工，再饿不要饭，宁可睡地板也要当老板。这就是刻在骨子里的决心和勇气如果说你有这份勇气和决心的话，你就算再差，你又能差到哪里去呢？对吧？第二个，福建人，准确的可能说是莆田和晋江那边的。一提到这2个地方呢，就想到2个产业和2个行业，医院和鞋子。运动鞋嘛，中国最有名的那些的运动鞋基本上都出自于这个福建。而中国80%的民营医院和古刹寺庙，它的经营者也全部都是莆田人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去许的愿，就是他们都替你还了愿了，就他们都实现了，挣钱的事都让他们给干了。如果说潮汕人赚钱是靠的是祖传的生意经，那么福建人就是全靠的精神状态和他的心态。你看互联网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消息，就是说内耗你看，但是你仔细想一想，内耗的基本上都没有福建人，他们都不会讲话。工作上不管遇到了再大的事儿，在福建人的面前，他们的口头禅永远都是不要紧，没关系，喝茶过去了。所以呢，福建人也是我见过精神状态永远拉满的一种人。就算是真正遇到困难了，妈祖面前直接一拜，精神立马又恢复到巅峰了。而且呢，这个福建人基本上都是草莽出身，至少在沟通上是跟这种创业者是非常好沟通的。就用他们的话来讲，只要你胆子大，脑子活，能吃苦，够团结，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。这才是就是一个创业者身上应该有的一种气概的一种真正的状态。第三，温州人。温州和潮汕有一个地方是非常相似的，就是非常的穷，比较穷嘛，不出来就是意味着要饿死但是呢，出来了什么都不懂，又该怎么办呢？这也是大多数的创业者遇到的一个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。那你看温州人是怎么解决的呢？既然自己什么都不会，干脆直接把你们赚钱的模式我全都学个遍，总结出来哪一个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拿到最大的结果，然后我自己回来就开干。只要我人没有问题，信用没有问题，那么我做事情也基本上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。温州人是我见过就是抓住机会最能抓住机会的人，而且呢他们会利用人的智慧的人，非常的聪明。以前你看炒房或者说炒煤的那一批人，是不是基本上都是温州人，对吧？所以你看普通人想要改命，你得先出来让你穷了多少年的那个环境，你再待下去，结果只会越来越穷，一直穷一辈子，最终呢导致你自己认命，你这辈子也就完了。想要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创业。大家都知道，其实道理怎么说大家都懂，
打工是打不出什么前程似锦来的，创业永远是实现财富自由的唯一出路，尤其是对普通人，对吧？人是那个环境的一种产业，如果你不接受创业的这种环境，那么你只会陷入到穷人的思维的沼泽和泥潭当中，永远突破不了那种穷人的认知和思维，破不了，出不来。那么这个创业呢，又是极其具备不稳定性的一个状态，就是可能用你当下1年甚至2年的零收入甚至负收入去博取未来的一个高收入或者说负债。那么这就是人在做这件事情之前遇到最大的坎坷，就在这个点上，就是很难突破哈，很多人甚至很难去做这种选择和抉择，很多人陷入到痛苦的困境之中哈，他的原因就是想要暴富。但是恰恰呢，99%的人都是这样想的，所以说都陷入到了困境当中。那么钱是怎么来的？你要清楚，就2个字，除了买就是卖，永远都离不开这个逻辑的哈，万变不离其宗。当你没有产品卖的时候，你相信你自己就是那个最好的产品。当你变得值钱了，那么你没有钱也可以创业。互联网讲究的就是这一行。这句话我不知道你们能够了解多少哈，就是把你们能够理解的情况打在评论区。